大家下午好。我这边分享一个我们最近刚研发的一个基于数学算法的矢量图形羽化的实时渲染技术。首先说一下背景吧，就是我们支付宝会有一个动效引擎，去来支撑我们的每年的像这个双11啊、618的大促，还有一个中国比较火的一个五福的活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然后主要是做一些渲染层面的事情，然后最近的话会有很多设计提出一些需求，就是他们想要一些阴影啊、辉光、遮罩，还有转场，这种比较柔和的这种渲染效果。对，可以看一下下面这6个预览图，就左上角的这种辉光，还有包括下面这种阴影啊、右下角的模糊等等。这些视频基本上都是他们用一些离线软件，比如说 AE 啊，或者是Photoshop， 他们会做一些预览图。但是我们的场景通常是运行在外部平台上的一个实时的渲染环境，就导致会有时候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然后为什么不用视频呢？就视频在我们的场景下有2个缺陷，一个是可交互性。我们的场景通常是需要这个动效它实时的响应用户的交互的，比如说它可能点击一个按钮或者是做上下滑动的时候，这个动效是要动态变化的。这一点的话，视频它就不太满足。然后还有一点是外部移动端友好。视频的话，在移动端如果是大量视频，特别是高分辨率播放的时候，一个是很容易解码导致发热，性能下降。还有一个就是它体积会特别大，我们的场景突然一般都需要用户点击的时候快速就能看到它渲染出来的内容，所以下载大体积的视频的话，也对这方面不太友好。然后现有的算法的话，有一些算法会用一些很高级的图形 API 的特性来做这个羽化功能。然后我们因为要在比较广泛的移动端这个外部平台去播放，所以我们限制了我们的这个框架只能在 WebGL2 这个范围内，就不可以用那些特别新的一些 API 特性。可能未来我们会考虑利用那个 WebGPU 之类的一些类似 Compute Shader 之类的东西去加速，但是目前由于 WebGPU 它还没有广泛的应用在各个移动端设备上，所以我们目前还是基于 WebGL2 开发的。然后首先说一下现有的一些方案，比如说这个基于高斯模糊的羽化，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羽化方案了。就是原理很简单，就是先将画面渲染到一个离屏纹理，然后呢通过多次的横向和纵向的模糊去软化这个图像的边缘，最后再将结果合成回主画面。然后这个方案的话，在移动端会有一些性能问题。首先就是这个半径的限制。就是半径越大的话呢，单像素采样就越多，这个性能下降就越明显。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就是小半径下的话可能是16个顶点，然后增大一点半径的话就成一个平方的关系上涨，因为它是和面积是成一个线性的增长关系，而面积的话它和那个半径是一个平方的关系，所以它这个性能的消耗和这个半径的增长它是不是线性的？最终会导致大半径下会放大带宽、功耗和帧时间的压力，就导致移动端它很容易掉帧。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移动端的话，它的 GPU 是 TBR 和这个 TBDR 架构，它需要尽量减少组存的访问。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移动端的一个 PowerVR 之前提出的一个他们的渲染流程图。中间的话，那个横条有2个 on-chip buffer 是用来优化和 GPU 数据交互的。然后移动端的话，它通过这2个 chip buffer 来减少和主存的访问，降低移动端的功耗，这也是现在主流的手机 GPU 的渲染架构。而高斯羽化的话，它通常需要切换多个 path， 然后需要切换多个渲染目标。这会导致最后的那个 on-chip color buffer 会flush 到那个 frame buffer，
这个过程是非常消耗这个 GPU 的带宽的，也会导致手机明显的发热和发烫。然后说一下我们的方案吧，对，这里稍微提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有一篇论文还没有正式发表，所以我这里只能稍微的介绍一下大概的思路。对，具体的思路和那个代码，我们会在论文发出之后一起开源掉。然后我们的思路就是对每一个像素点 P， 我们去统计其周围半径 r 以内的图形区域的加权覆盖率。可以看一下右下角这个图。就比如说那个灰色的区域，这个 V 是我们要羽化的一个矢量图形。然后我们这时候要求点 P 的颜色值的话，我们去以 P 为圆心，然后羽化半径 r 为半径，画一个圆。然后这个圆会和 V 有一个交集，就是黄色区域。然后我们在这个黄色区域去做一个贡献权重的面积分，然后得到了一个 OP 的一个权重值。我们用这个权重值再去乘上这个矢量图形的颜色值，就能得到它羽化的最终颜色值。对这个，然后我们的主要创新就是我们想出了一个比较巧妙的解析方案来求这个面积分，而且只需要3个 render pass， 就是避免了多次切换 RT 导致的带宽功耗的上升。然后下面演示一下我们的效果。这分别是从羽化半径从0到5的一个各个形状的一个羽化效果。可以看到我们的方案是不局限于某个固定的形状的。贝塞尔形状的话，就是代表是用户可以任意的用钢笔工具勾勒出它的形状曲线，然后我们在这个形状曲线上也是支持它的半径羽化的，而且我们的半径并不限制它的最大大小，可以范围是0至无穷大。对。然后这个效果是展示了我们的羽化关和开在多形状下的一个混合效果。左边是羽化关，然后右边是羽化开的效果。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羽化在多个形状之间是可以正确的混合的。它除了那种普通的 normal blend， 它还支持像那个 additive 叠加，还有multiply 相乘等等常用的一些混合都是支持。然后这个展示了我们的这个羽化，它是可以跟随着矢量动态 k 帧的形变而实时去生效的。也就是说，艺术家他可以自己去 k 这个矢量的形状，然后这个羽化会以每秒60帧的帧率去实时的渲染这个羽化过程，它可以是非静态的。然后放一些我们目前测的一些性能对比。由于我们这个项目还处于一个比较早期的阶段，就很多性能测试还没有做全，这里只分享一些我们目前测的一些结果。我们对标的是这个标准的分离高斯羽化，然后n 乘这个 down 代表的是在不同的降采样分辨率下的一个渲染结果。通常降采样可以增加它的这个模糊的性能，但是会降低它的质量。然后可以看出来，我们的方法在各个降采样的这个分类里面都是优于这个分离高斯的，而且可以看出高斯它的这个性能增长随着半径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就比如说看这个 r 等于100的时候，高斯在这个 OpenMoji 的这个数据集上面的测试结果是4秒，但是等于400的时候，它并不等于16，也就是不是乘4的关系，而是45，也就代表了它这个性能是随着半径的增长会下降的特别明显的。然后这个是我们在移动端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测试的性能表格，分别在半径等于12、8和5的时候，相比于高斯算法做了一个对比，可以看到我们的方案在各个半径下基本上都能满足60的帧率，这也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线上的渲染帧率。我演讲完了。